最近有俄国网友发现，自家军队正带着大量的卡秋莎火箭炮向乌克兰方向行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名为“冲突情报小组”的俄罗斯军事博主称，俄军已经开始运送 T-54坦克前往乌克兰参战了。这也不免让大兵有些疑惑：俄罗斯怎么净送一些博物馆的东西上战场呢？无论是卡秋莎也好 ，T-54也罢，这可都是70、80年前的老古董了。难道俄军现在真的没装备了吗？这里就不得不提一嘴著名俄罗斯段子手梅德韦杰夫最近发表的一个言论称俄罗斯的坦克年产量将达到1500辆坦克，来反驳网络上那些说俄军坦克不够用的观点。但这种话语不免让人产生疑惑：如今的俄罗斯真的有能力一年制造这么多的坦克吗？这里咱们先看一下前线俄军的需求和俄罗斯本土的制造能力。经济学人的报道显示，在战争爆发后，俄军对坦克的需求超过了俄罗斯军事工业生产能力的10倍。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统计，俄军原本现役部队的2600辆坦克已经承受了1871辆的损失。尽管俄国防部和克里姆林宫从未提及俄军坦克装甲车辆的损失，但是从启丰 T-54这些老式坦克装甲车以及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战场视频看，前线俄军确实严重缺乏坦克和装甲车辆。在进攻时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意味着俄军要承受更多的人员损失，因此扩增坦克产量成为了俄罗斯目前最大的期望。那么俄罗斯真的能一年生产1500辆全新的坦克吗？这当然不可能。在持续数十年的军内贪腐和俄罗斯国内国防部领导层对前苏联军事工业的疯狂肢解的前提下，俄罗斯目前仅剩下一家坦克制造厂，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建设的乌拉尔车辆厂。该厂呢，每月仅能生产20辆 T-90M 主战坦克，而且呢，由于财务管理不善带来的巨额债务，使其现代化改进受到了巨大影响。用工人们的话说那就是他们在手工组装坦克，这点数量无疑是不够的。这时候，俄罗斯就只能将目标瞄向仓库和博物馆。咱们呢，在往期的视频中就提到过，俄罗斯军工业正在提升翻新升级坦克的速度。乌拉尔车辆厂每月呢能翻新8辆坦克，其他3家装甲车辆维修厂分别能翻新17辆坦克。另外还有2家装甲车辆维修厂也会很快投入使用。预计俄罗斯军工业最终呢是能每个月生产20辆新坦克，翻新约90辆老式坦克。因此大兵认为，老梅呢至少在这一块并未吹牛，或者确切说其中吹嘘的成分比较少。这1500辆坦克既包括新造的，也有包括翻新的。从最新型号 T-90M 到老式的 T-54， 各种型号都有。不过呢，由于缺乏现代化零配件等问题，即便是新造的 T-90M， 其实际性能和可靠性与官方宣传也有很大差距。毕竟从冰箱里拆下来的民用芯片很难像真的军用芯片那样适应恶劣的战场环境。对于俄罗斯坦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乌克兰士兵也十分不满，毕竟自家也缴获了不少俄军坦克了。在前段时间呢，乌克兰的俄军坦克性能发布会上公布了 T-90坦克的几大问题。首先，在动力方面，乌克兰发现该坦克使用的 V92S2F 发动机可靠性相当低下，在乌克兰的夏季气候条件下，它的发动机的功率下降了1/3，这也让外界十分吃惊。仅在非极端工作环境下，功率就下降得这么厉害，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呢，是装甲布局的问题。这一点，乌克兰提到了 T-90的整体设计布局和强度指标与 T-72类似，其相对成功的设计呢，仅有侧面的化石反应装甲。但尴尬的是，俄军第一辆损失的 T-90M 就是被乌克兰领土防卫部队用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从侧面击毁的。看来化石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至于在电子设备方面呢，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在拆解后，乌克兰军方发现，除了火控设备上的俄文名牌是俄罗斯自产的以外呢，几乎全部元件都是购自国外，而且绝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在离开了欧洲的高新电子设备供应后呢，俄罗斯装甲工业已经无法自产符合时代性能要求的火控设备了。同时，之前呢，大家一直疑惑的俄军装甲兵通讯问题，也在此次发布会上有了解答。
乌克兰在深入研究 T90M 之后呢，他们发现了原因。俄军坦克通讯电台的电子零件不仅呢是商用级别的，更是裸露在外部的。在夏季作战时，封闭的坦克内部湿度较大，湿气在电子设备上凝结，导致这些70年代式的电子零件出现各种问题。从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过去的30年里，俄军高层和相关技术人员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战争研究，这也导致如今在开战后出现了没有新坦克使用的尴尬局面。T90都如此了，更别说那些 T72了。这也是俄军开启老式的 T62和 T54的原因。毕竟相较于缺零件的 T72，后者好歹还能用。毕竟这终归是有着70、80年高龄的老物件。与正在接收北约先进坦克的乌克兰相比，俄军坦克兵多少有些返祖归宗的味道了。与西方坦克相比， T54是一种体型相对较小的主战坦克，操作非常简单，并且不需要对成员进行高水平的培训。我想这也是俄军启封它的原因之一。虽然这款坦克在当年代表了苏联先进的设计水平，但说到底它终究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物件，很难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而且也有不少人疑惑，这种武器被送上战场真的能够使用吗？据了解，苏联 T54坦克是在 T44坦克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原型在1945年3月在二战结束前问世了，而正式量产则始于1947年。这种型号坦克呢，很快成为了苏联和华约国家的主要装甲力量，并被供应至多个国家。因此，在20世纪后半叶 ，T54几乎参与了所有战火连篇的冲突行动。该型坦克配备的100毫米火炮可以发射 BR-412系列全口径弹药，具备一定的穿甲能力。此外呢 ，T54车体可以容纳34发炮弹，并通常搭配2挺 7.62毫米机枪。另外 ，T54系列坦克也是历史上产量最为庞大的坦克之一了，仅苏联就制造了惊人的17450辆。因此，大兵认为梅德韦杰夫说的俄坦克生产数量还是有些过于保守了。我们呢也可以从俄军不断起封老旧坦克的行为中看出俄罗斯的无可奈何。从 T80 到 T62， 再到如今起封的 T54， 年代呢是一辆比一辆久远，外观也是一辆比一辆破旧。眼下，俄乌双方仍在乌东地区激烈鏖战，伴随着西方援助的100万发炮弹、豹1、豹2等主战坦克以及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陆续抵达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已经积累起了一大批新式武器，再加上在欧洲接受各式各样训练的新兵也陆续回国了，乌克兰的反攻时间已经近在咫尺了。而反观俄罗斯，经过1年多的交战，所有的现役武器装备都折损了一大半。想要应对乌克兰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唯有想方设法生产新的装甲武器。但是由于本身原因，使得俄罗斯只能退而求其次，从库存中起封和翻新老旧坦克，以最快速度解决前线部队战争装备不足的问题。当然，即便是再老旧的装备，1500辆这个数字呢，也足以对乌军的坦克形成数量优势。毕竟无论什么武器，能杀人的就是好武器，更何况这还是披着一身钢甲的坦克呢。只不过令人好奇的是，如果打完了这批老旧坦克，俄罗斯还能再掏出些什么呢？这时候就要不得不提到这款比 T54还要大上几十岁的铁皮怪物装甲列车了。在铁路诞生后呢，各国军队迅速意识到了它在战争中的价值，能快速地调运物资人员，极大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及后勤保障能力。既然铁路如此重要，各国军队呢当然也会对它进行重点保护，装甲列车也就应运而生了。装甲列车最早出现在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它的出现呢，让各国第一次认识到了这类平台在实战中的巨大作用。随后，各个世界强国纷纷开发起了本国的装甲列车。这些列车虽然外观不同，但装备性能上都极为相似。动力方面为一台或者多台蒸汽机车，武器方面安装有很多的机枪和火炮，防护方面呢都装有大量的装甲，机动防护火力兼备。当时的装甲列车用陆地战列舰形容都不为过。这类武器在普法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一战中大放异彩，得到了各国军队的好评。不过在一战之后，随着战机技术的发展，装甲列车就成为了空军的活靶子。所以在一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都停止了对装甲列车部队的建设。不过有一个国家例外，
那就是苏联。苏联国土广袤，但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于是铁路就成了最重要的运输手段。掌握了铁路，就掌握了巨大的后勤优势。在二战时期，苏联军队便利用装甲列车保障自己的铁路运输线路的安全，并且还利用装甲列车上装备的榴弹炮、防空炮、坦克等武器来进行阻击、对空防御等任务。可能呢也是用得太顺手了，在二战结束后，其他国家纷纷抛弃了装甲列车，苏联呢仍然作为一个另类，不断对装甲列车进行升级改造，让它一直在远东服役。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使用了这一武器的传统，在对车臣的战争中投入了装甲列车，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到了俄乌战争期间，俄军再度祭出了这款武器。根据俄罗斯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执行任务的装甲列车采用的主要编组方式为搭载 BMP-3 步兵战车的步兵战车车厢配1到2节，有双管高射炮的防空车厢配上1到2节，装有武器弹药等物资的车厢1节，配备重机枪和榴弹发射器的步兵战斗车厢配1节，反地雷车厢1节，宿营车厢1节，指挥通信车厢1到2节，内燃机车2节，其中1节为备用。果然，我就说嘛 ，T-54根本不是终点。不过这款装备呢，对于后勤拉胯的俄军来说，是一款非常合适的武器。虽然它无法保障铁路安全，但至少还能给前线俄军拉物资什么的。至于最后的卡秋莎火箭炮，大兵实在是无法想象这款武器出现在俄乌战场后的场景。毕竟这玩意儿的缺点实在是太明显了。第一是精准度不高。在2014年底，俄军就曾用这款火箭炮轰击了乌克兰阵地的一次齐射，这次打击呢，只造成了掩体内2名乌克兰军人轻伤，因此该武器并不适合用于准确打击，所以单炮游动、单炮冷炮射击意义并不大，指不定歪到哪里去。第二呢，是火箭弹安装比较费时，第2轮齐射怎么也得准备个10分钟上下，所以火力的连续性不好。第三是火箭弹尾翼燃烧的轨迹太明显了，敌人根据弹道很容易判断出火箭炮阵地的方向和位置，战场生存率不高。不过老武器也有个老武器的好处，至少呢，他们的出现证明了俄军对于老旧武器的维护工作非常到位，可以让他们保持在随时使用的状态。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俄军此举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